如果你在不断的上传影片，但是观看数一直起不来，那么一定要看完这期影片，因为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没有人去点进影片。很多所谓的 YouTube 导师会把这个问题说得很复杂，会提供一些便宜但是又无效的方式，但是他们却没有说到一个核心的问题。但其实你只是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，而且这个错误就摆在你眼前，只要你修正了这个错误，你的频道就能够在一夜之间完全改变。我是 Jason， 这频道主要分享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、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。我每周分享3部影片，需要记得订阅我频道。如果是新手创造者，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领取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，它会从不同方面去告诉你如何去正确经营频道。很多新手创造者他们失败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认为成功的关键就是做好影片内容，所以他们就把大量时间去放在了剪辑、拍摄、口播等等。这些当然是重要的，但是事实非常残酷。影片再好，如果没有人点进来，一切都没有用。我再说一次，让你印象深刻。即使你做出了全世界最好的、剪辑最棒的、价值最高的影片，如果说影片的缩图还有标题不能够让观众点击，那么也会是零观看。这就是为什么标题缩图不只是重要，而是你频道能不能够成长的基础关键。从现在开始，把你的频道当成是一家店来经营。想象下，你开了一家店，店里面有很多优质的商品，你认为客户一定会喜欢的。但是这家店你的橱窗设计的非常普通，没有人想要走进来，自然的他们也会不知道这家店里面有很多好用的商品。而对于 YouTube 来说，你的缩图标题就是你的橱窗，而你的影片内容就是商品。那橱窗越吸引人，进来的人就会越多，这也是你影片能否被更多观众观看的决定性因素。只要提升影片的标题和缩图，哪怕是10%，那频道的表现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提高。那我们先来讲一下你的缩图如何优化。但在我们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，我想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这支影片会教你几个实用的缩图还有标题的技巧，但是如果你想更加深入的学习，完全掌握这一块，我在我的 YouTube 课程 YouTube 频道运营大师课里面有专门设计一个模组，来教你如何去设计出提升点击率的缩图模板，写出不同类型影片都能用的标题公式，用 AI 工具 A/B 测试工具来持续优化点击表现，以及长影片 Shorts 不同策略的设计方法。这门课不是单教你标题还有缩图，而是从频道定位、内容规划、流量放大到实际变现，一步一步的去帮助你建立完整的 YouTube 营运的系统。课程资讯我会放在影片下方，如果你感兴趣，一定要去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来说一下缩图的部分。想象一下，一个观众在 YouTube 上面浏览影片的时候，他会获得很多的影片选项。缩图是第一个能够让他们停下来的、产生好奇的东西，标题是让他点击的最后一步，但是缩图永远是第一眼看到的。如果你影片没有观看数，一定要去检查自己的缩图，并且问自己3个问题：这个缩图吸睛吗？它有带来任何情绪上的感觉吗？我能不能在1秒内看出影片的主题？如果答案都是不，那么真的要去重新审视你对缩图的做法了。接下来会给你6个简单的缩图优化的技巧。首先，第一个技巧就是使用对比色。对比是指画面中的亮暗或者是颜色差异的强烈对比。那缩图一定要从 YouTube 的首页上面众多的影片里面跳脱出来，所以我会建议你使用亮色，使用差异比较大的颜色对比，来突出你缩图里面的主体，比如说你的主体人物、主体的物品或者是截图等等。你可以看一下这3张缩图，它们都是非常善用于对比来抓住眼球的。你也可以这么做。第二个技巧就是一个核心概念，一张缩图只需要传达一个核心重点，你不需要放5个人物、5个图片或者是很多的 logo， 这样的缩图是没有主题的，也是会非常混乱的。最有效的缩图就是传达一种情绪、一个焦点或者是一个承诺，观众看到缩图第一眼就会知道这部影片会讲什么。第3个技巧就是人脸等于高点击。无数的数据证明，人类是会天生的关注脸的，表情是能够引起熟悉感的，能够产生情绪的连结。如果你有在缩图里面去加入你的人像，那么你的表情可以具有情绪张力一点，比如说困惑、生气、高兴都是可以的。
总之，这些表情是要符合你主题情绪的。平淡无奇的脸，观众只会快速划过。第4个技巧就是文字少但有力。你缩图上面的文字不要重复的标题内容，并且缩图上面的文字也不要太多，尽量不要超过10个字。缩图上面的文字应该是尽量强调主题，引发共鸣，引发好奇，而不是去解释的标题内容。例如说，你可以使用崩溃、爆红、你一定会后悔这类的语句，会比你放上一整段的文字更加抓住眼球。下个技巧就是优先考虑手机观看。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是用手机来观看 YouTube 的，缩图在手机端上是变得比较小的，所以当你设计缩图的时候，一定要去模拟缩图缩小之后的样子。你可以使用 Sunstart.tv 这个工具来测试一下你的缩图，去预览一下你缩图在手机端上的效果，然后问一下自己，这个缩图在手机端上能够看得清楚吗？观众能够看到重点吗？下个技巧就是研究成功案例。你可以在你自己的领域里面去找到那些爆红的影片，去研究他们的缩图，他们的缩图有用怎么样的文字，他们使用了哪些颜色，他们是否加入自己的人像，有没有使用一些夸张的表情来吸引到观众。不要照抄，但是能够去拆解它背后的结构来进行学习。缩图搞定之后，接下来就是标题，这是很多人做错的地方。你知道吗？一个好标题和坏标题的差别，可能是几千甚至几百万观看数的差距。因为观众在滑动浏览影片的时候，他们的大脑是自动驾驶的，他们会在一瞬间去处理所有的选项，来决定是否要点开观看这部影片。所以你只有不到1秒钟的时间去抓住观众眼球。这里我提供给你5个让你标题变得更强大的核心原则。首先，第一个原则就是好奇心缺口。好标题能够让观众开启一个悬念，让观众忍不住点进来寻求解答。比如说，错误的范例就是我挑战吃世界上最辣的辣椒，正确的范例是吃完这个我脸都麻了。这样的标题会让观众产生很多的好奇，他到底吃了什么，有多辣，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第二个原则就是激发情绪。你的标题需要引发观众的感觉，惊讶、开心、挫折、失望、生气等等。没有情绪的标题就是无聊。比如说这个标题，你的频道为什么还没有成长，会让观众产生挫败感，就会想要去点开你影片去找答案。下个原则就是你的标题是写给人的，而不是写给演算法的。在你制定标题的时候，不要去想着你要去迎合演算法，因为观看你影片的是人，而不是机器。你需要让你的标题是12岁的小孩都能够看懂的，这样才是完美的标准。你的标题是越简单越有效的。下个原则就是重点前置。大多数的标题在手机端上都是会被截断的，不会展示完整的标题，所以一定要把你重点、情绪还有关键词放到你的标题前面。比如说，如何从0到1000订阅，3个错误让你 Shorts 没有流量，这些都能第一眼传递出价值。下个原则就是测试与调整，别只写出一个标题就完事了，你可以写出5到10个标题，然后从中挑取一个最有利的。你也可以使用 TubeBuddy 或者是 Sunstart.tv 去测试一下缩图和标题的点击率，来找到最佳的配合。你只需要把你的标题和缩图提升哪怕10%，你频道的观看数、订阅数、频道的成长还有收入都会有明显上升。其实你频道很小，只要标题和缩图够强，都是有翻盘机会的。如果你希望我亲自带你去设计出能够带来点击的标题还有缩图，如何 A/B 测试还有优化，那我诚挚推荐你来加入的课程 YouTube 频道运营大师课。课程链接我会放到影片下方。如果想知道如何使用免费的工具快速设计出好看的缩图，你可以看这一教程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想这部影片点个赞，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们频道。那么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